然而，刁大人，就是这对手镯，让本官产生了怀疑。拿过来。经我现场勘查呀，那具所谓的尸骨，根本就不是什么李玉儿的。 报案的人说，他是在挖地的时候找到这具尸骨的。经我现场勘查，这纯粹是胡说八道。挖地怎么可能挖到离地3尺之深的埋尸那么深呢？这是其一。其二，用死者的一个随身之物，也就是这对手镯，来证明死者的身份。此计嘛，不可谓不高明，但是高明之人总是聪明有余而慎察不足。各位请看。 如果说这对手镯真是墓穴中的出土之物的话，那么它的细微凹缝之间，何来这几丝新鲜的血迹呢？刁大人，当然了，看出这个需要一双好眼力。巧了，宋某眼力就不错。那么由此可见呢？ 所谓李玉儿尸骨找到一事，纯粹是有人蓄谋已久的一个骗局。什么人设的这个骗局？骗局的目的又是什么？才是本案的关键。咱们说说那位报案人吧。这个报案人是在渡船上靠摆渡谋生的。他在无意间曾经向我透露过一个小细节。当然了，他是把我们当成了牛贩子才跟我说的。 他说，本地有个善打官司的秀才，曾经赏过他几坛子好酒。来，赵捕头，我们请这位秀才老爷。贾秀才，贾老爷，你为什么要给那个摆渡人几坛子好酒呢？ 这就不能不让我对于你和本案之间的关系做了几种猜测。猜测一，刁大人，如果说他就是这个骗局当中的主使，他为什么设这个骗局？难道说他真是为了帮助杜松，督促你赶快破案，缉拿凶手？那么看来这个也说得过去。但有一样，那对手镯你是从何得来？ 猜测二，如果说你就是这场骗局当中的真凶呢，那你就有可能得到这对手镯了。不过你还是为了帮助杜松，督促县官老爷赶快破案。不过其目的是为了让杜松替你顶罪，你好逍遥法外。但是有个问题，我们还是要弄清楚，那就是你为什么要杀掉李玉儿？来呀！ 我们请杜松的老母亲。等等，是他。在杜家，杜松的老母亲曾经告诉我，在他的儿媳失踪之前，您曾经发现过他与一个男子有过非礼的交往。这个男子不是别人呐，就是这位衣冠楚楚的贾秀才，贾老爷。 刁大人，这可不是一桩寻常的风流韵事的败露，这有可能就是本案的起因。那么由此推断，这便是一桩情杀。那么既是情杀，为什么在李玉儿死了3个月之后，又有人悄悄地把这件事情重新谈起呢？能使本官免入歧途的，恰恰又是这对所谓从墓穴中找到的。 手镯，你姐姐应该是非常珍惜这副镯子，是吗？这手镯是外祖世世代代由女儿相传的，到我姐这里已是第12代传人了。你
告诉我说这是你们家的传家之宝，到李玉儿这一代已经是第12代了。嗯，那么李玉儿平时一定是真爱有加，一般都是压在箱子底儿的。对。后来，李玉儿和这对手镯同时失踪。等我们再发现这对手镯的时候，他已经再次出现在这个阴谋中。刁大人，这是为什么？面对这样一个谜团，我又做了一个设想。诸位，试想，如果李玉儿还没死呢？如果她还活在人世呢？本案又会怎样？据杜母所说，在李玉儿失踪的前一天，杜松曾痛打过老婆。而这位平时老实巴交的豆腐郎，之所以对媳妇大打出手，是因为媳妇不孝敬婆婆，使这位孝子难以忍受。喝，我还没水喝呢，你倒喝得挺起劲儿的。你整天躺在床上干什么你？把我给累的都什么似的？你看你，站住！瞧你老娘天天在那儿。你怎么对我娘这样啊？她整天躺在床上。哎，过来！你干什么？借！哎，你怎么打人呢？别打了！你们别打了！借！你儿子打我，好，这个家我不待了，我不待了。站住！你敢过来？哎呀！站住！我的儿啊，你们别打了，别打了！贱人，别打了！儿啊，我知道你们都是因为我呀，儿啊！娘，娘，没想到啊，正是这一顿打，倒让李玉儿想起一个人来。这个人就是曾经在豆腐坊里引诱过李玉儿的贾秀才。当天晚上，李玉儿就离家出走。出走时，除了身上穿的，她什么也没带，却忘不了那对祖传的手镯。玉儿，你终于来了。啊，你知道我会来呀？我当然知道你迟早会来，因为我家里有一只黄金做的花瓶。你不希望我是你花瓶中的那枝花吧？你忘了贾母的一句话：我家花瓶里的花，不舍得让别人看。玉儿，哎呀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啊！啊！你
怎么这样啊？我只是想在你们家躲几天，我没有别的什么想法。要是这样，我就走了。玉儿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愿我一时冲动，我不应该这样对待你。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对待你了，怎么样？请吧。走，玉儿，请。这花瓶里没插一枝花儿。这个你应该知道。我可不是什么花容月貌。但你会咬人呐。对不起，疼吗？说实话，我还真希望你再咬我一口。我要是再咬你一口的话，我永远都不会松开。等等，别走！玉儿，贾府的大门一关，李玉儿就被他金屋藏娇了长达3个月之久。为了达到长期霸占人妻的目的，你又不失时机地放出了一条所谓杜松杀妻的流言。其目的有2个呀，一个他要让世人相信李玉儿已经确实不在人世了；第二，让你赶快判杜松一个杀人偿命，他好逍遥法外。贾秀才，一箭双雕，何其妙哉！但是此计要想，他得有人打官司告状啊。于是，在你的极力怂恿之下，李丁变成了去官府的告状人。来，让我喝酒。来，李公子，请。炒面条大薯面4两，大壶酒。我姐姐要真是有个3长2短，我李丁绝不与那姓杜的善罢甘休。哎，别急嘛。李公子既然有同胞之情，何不到县衙去告状呢？我要是手上有证据，早就上县衙投状了。哎，找证据那是县衙的事儿啊。只要你把杜松告到县衙，令姐是不是被杜松所谋杀，官府和县衙肯定会给你查个水落石出。李公子，如果你想找人写诉状，在家愿意效劳。你我素不相识，萍水相逢，不知你何以这般热心于我？这叫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岂非是人之常情？啊？我只想请求官府查明真相。要是直接诉告杜松杀人，似乎有点儿……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？啊？这衙门是民不举，官不究。要想让官府查明令姐遇害的真相，你就要到衙门里去呈递诉状。
否则，你怎么能让官府来插手此事呢？嗯，来，喝。后来此案因找不到尸首而搁置了半年呢。不过也就是因为这半年时光，才证明了贾秀才的确是一位能打官司的高手。因为你知道，没有这半年时辰，尸体是不会腐烂的，你也就不能找到一具假尸来设计这个骗局。因此，你耐着性子等了半年，终于开始了你的阴谋。哎呀，你还让我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啊，说呀！快了，快了！等世人把你给忘了，你就可以更名改姓，成为我贾某的正房夫人。哎呀，是啊，插在你家花瓶里的花儿，是不容旁人看的。哦，我也只好等着了。哎，对了，起来。我听你说，你在桃花河对岸有处庄园，要不这样，你把我送到那儿去，总比整天在这儿强。你说呢？哎呀，这事儿还没有过去。你要是一出府门呐，让人看见，会惹麻烦的。你不是挺有本事的吗？怎么一点招都没有？好，过几天呢，我就把你送到对岸的庄园。不过，我想要你身上一样东西，你一定要给我。哟，自打我进了你家门那天起，我身上还有什么不是你的？哼，我呀，就想要你手上的这副银手镯。哎呦，你要它干什么呀？哎，你就甭管了，把它交给我就是了。那不行，我身上什么东西都可以给你，但唯独这个不可以。哼，像宝贝一样啊？那当然。这样吧，我再给你打几副金的，换你这副银手镯，怎么样？你不知道，这镯子是我外祖母一代代传下来的，它比我的命都重要，你知道吗？切，我才不给呢！可李玉儿已经死了。谁？谁死了？啊，别问了，你就把它摘下来给我。不行，不给。如果你想跟我做长久夫妻的话，你就必须把它摘下来给我。我宁可不跟你做长久夫妻，我也不会把它摘下来给你。不许你说这样的话，我就不信，我们俩的情谊都不值这副银手镯。对呀，可是这是我外祖母传下来的呀。你拿来吧！你干什么呀你？给我！给我！你不动我疼我了。你先坐。玉儿，玉儿，对不起你啊！干什么呀？是我手重，我给你抱上。不要。来。玉儿，这假戏要做真，别人才能相信。我跟你说，这副手镯，就算我欠你的重情，我要用我这辈子的疼爱来还你这份情，行吗？真的。
传家，哎呀，秀才老爷，这天都快黑了，您还去山庄啊？哎，没关系，小的等您。我不去山庄。那您去？啊，来，把酒抬上来。哎呦，老爷，这可担当不起啊！这，哎呀，谢谢啊，慢点啊，这酒。谢谢老爷，谢谢老爷。您看您这是，您看，传家，你我在一条船上，还客气什么呀？啊？那是。贾老爷，您要是有什么需要小的帮忙的，您尽管说啊。也没什么屁事儿，啊，就算有事儿也是个小事儿，希望你帮帮忙。您说，您老人家是呼风唤雨的人，找我办事儿，想必是天大的事儿。你说，这对面埋着个什么？老爷，您可不能推板儿，不能这样。您可说好了的，上次您可没少拿呀。我贾某的手是干净的，可你这手是沾着血的。我告诉你，人的手上沾屎、沾粪、沾尿、沾什么都行，就是不能沾人血。如果沾上了，就一辈子也洗不掉。秀才老爷，您可是答应我的，您不能卸磨杀驴啊！看把你吓的啊！我说过了，我们俩在同一条船上说话，难道我还能到官府去告你不成？那您有什么事儿，小的照办就是了。我是这么想的，你说这件事儿是过了半年了，可我这心里一直不落忍呢。你说，如果一旦有人发现那儿埋了一具尸体，官府再追究起来，肯定要怀疑到你我的头上。那怎么办呀？我说，你不能把他挖出来，到县衙去报案吗？小的我怕这个，我不是等于自投罗网吗？哎，我说，你听没听到杜松杀妻案？这家喻户晓，谁都知道。可县衙到现在也没有找到李氏的尸体。老爷那意思是让我去县衙报案，说李氏的尸体找到了。如果衙门认定这是李氏的尸体，你我不都没有后顾之忧了吗？可是这是一具男尸啊！是，这尸体是有男女，它分男分女，你知不知道？可要是一堆白骨，它不就不分男女了吗？再说了，这县衙里的县太爷，我对他太知根知底了。这成吗？成不成？我这打官司的还不比你更清楚吗？啊？既然这样，那老爷吩咐就是了。不过，那个刁知县，他就这么好糊弄？是，问得好。这戏要演好，还得叫县衙相信，就必须要有证据，要有李氏的证。什么证据？贾秀才也算是机关算尽，用心良苦啊。但终因手镯上几丝新鲜的血迹，使你精心设计的骗局功亏一篑。贾秀才，冤不冤呐？宋大人，不愧是当今的断狱神手，贾某今天落在你的手上，我也无话可说。承蒙夸奖，不必客气了。
不过，贾某和李玉儿是真情相投。真情相投，若不是你在另外一件事情上也露出了马脚，我真就信了你的鬼话。什么事儿？贾秀才，我们该说说那具无名的尸骨了吧？据查，这是一具身长6尺左右、年纪40岁上下的男尸。尽管1年前被不明不白地埋在了异地他乡，但是这却是1年前一桩离奇的谋财害命案，昭然若揭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，我发财！啊？哎，这船家，这就是你干的好事儿。哎呀，贾伯古，按一个秀才应有的德行，你该向官府报案才对，可你却采取了一种见不得人的方法，你居然与凶手坐地分赃，这与同谋害命有什么两样？如今那船家因怕东窗事发而悬梁自尽，而你呢？你这个衣冠楚楚的秀才老爷呢？一个秀才不修操德，同谋害命这是其一，霸占人妻这是其二，弄送县人这是其三。以上3条罪状，大宋刑法岂能容你？宋大人，饶命啊！宋大人，饶命啊！宋大人，此贼竟然如此可恶！来啊，给我打入大牢！宋大人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宋大人，宋大人，饶命啊！宋大人，年轻，走走走走，快点，走走。宋大人，卑职才疏学浅，竟未能识破奸计，差点误判善良，卑职愧为朝廷命官呐。刁大人，怎么突然谦恭起来了？不是谦恭，确是无能啊。不对吧，刁大人？满朝文武谁人不知，你的才学丝毫不在宋某之下。初入仕途，你的官职是比宋某高啊，怎么屡屡干出这样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事情来？几年前就因我参你一本，你降官贬职，才到此地当了个知县。谁知你不思悔改，反而变本加厉。宋大人何出此言啊？刁大人，贾伯古这个计谋，要是换了昏官，可能是看不出来。但是在你面前，这不过是雕虫小技，你会说看不破？宋大人所言，刁某还是不甚明白。不对，刁大人，你心里非常明白。你身为朝廷命官，上不思报效社稷，下不知安抚百姓。你明知杜松有冤，居然还用无辜人的性命换取钱财。宋大人，刁某深知宋大人向来是重证据实，既然今天是当堂指责刁某贪赃枉法，想必是有确凿证据在手。好。聚德银庄你可认得？认得，认得。常去吗？常去。去干什么？当然是去换银子。替什么人换银子？替，当然是替小的自己。哦，
替你自己换银子。敢问阁下月俸几何呀？小的不才，月俸2两5。2两5。赵捕头在。一个月俸2两5的人，居然在半年之内换了数以千计的银票。哦，刁某明白了。到了此时，刁某才算明白了一件事儿啊。可惜你明白的太晚了。刁大人，事到如今，居然你还笑得出来，礼义廉耻信，你真是修炼到家了。宋大人说话不要太刻薄了嘛。你知道刁某到了此时此刻为什么还能笑得出来吗？那是因为昨天有人从京城给我带回来了一封信，那可不是一封平常的信呐。可是我是到了此时此刻才明白，原来这全都是宋大人的成全。你说什么信？我就知道宋大人一定会刨根问底的，不会不想问一问，这是一封什么样的信吧？好，我刁某就成全宋大人的好奇之心。刁光斗，无论你手里有什么样的砝码，这次你要再想咸鱼翻身，以宋某看来，恐怕是难了。是吗？可是我没觉得这和上回有什么区别。这次不同，这次朝廷要整顿官吏，重修官风。如果你敢顶风作案，无疑自取灭亡。话可不能说绝了，我的宋大人。不客气地说，刁某以为宋大人什么都明白，可唯独就是在这人情世道上一窍不通啊。这么说吧，圣人上曰：“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”人呐，是人哪儿有不犯错的？可凭什么就你摆出一副比圣人还圣人的面孔，抓住别人一点小过小失，就把人往死里整？这可是活生生的人世间，人有七情六欲，并非过错。这天底下官场上，哪有你这么死心眼儿的？几年前，你抓住刁某的一点过失，就一纸奏章，欲将刁某置于死地。可结果怎么样？我不过就是官降极品，我不是还穿着这身朝廷命服吗？哼！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就是因为这天底下像我这样的官太多太多，而像你这样的死心眼儿又太少太少了。哼！孔圣上曰：“法不责众。”就你一个人扛着一杆大宋王法的大旗，就能够横扫天下，澄清玉宇？哼！如果官场上的事儿都照你这么一板一眼的去办，那满朝文武还不都得弄得是人人自危吗？如果这大家都不想当官，大家都不敢当官，你让皇帝老怎么办？你不是成天口口声声说什么王法王法？你知道什么叫王法？好，就让刁某来告诉你吧。王法王法就是皇家的法。哼！好你刁光斗！好一派贪官污吏的歪理邪说呀！姓刁的，似你这般满腹经纶，如果好好修修官德，何至于自寻绝路，落个千古骂名？
居然还笑得出来！宋大人，你可真逗啊！就你一个小小的提刑官，能把我刁某怎么样啊？你也太过天真了吧！你也不想一想，我这一个区区的7品芝麻官，为什么就敢这么肆无忌惮的跟你这个刚正不阿的提刑官叫板？你看看，我刁某的胆气全在这儿呢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从京城某个尚书府里边给我送来的书信，它就像是未卜先知，早就知道有人想趁朝廷肃整吏治之际，置我刁某于死地，所以早就给我安排好后路了。好，刁某今儿要说，干脆就跟你把话说透了。你知道，刁某一不是皇亲国戚，二不是世袭贵胄，却何来朝里边总是有人互来互去？看见了吧？看懂了吧？我刁某10几为官，所获不义之财何止1000万。可时到今日，我还是过着这么节衣缩食的清贫日子，连1两黄金也舍不得花。这钱干什么用了？齐语里边有一句话，叫“小卒过河就是车”。刁某正是用这不义之财，为了小卒子过河造船搭桥了，明白了吧？刁光斗，你无非是用这些不义之财笼络一个大贪官，来保住你这个小贪官就是了。说得对，可是也不全对。那些高官们要保的并不是我刁某，而是他们自己。因为如果我刁某活不成，那京城里边那些1品2品的高官都得给我陪葬。所以，你说你一个小小的提刑官，又能奈我如何呀？啊？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敢肯定，现在我刁某异地为官的御批文书已经在路上，你宋大人就是想弹劾我，恐怕时间也来不及了吧？刁光斗啊，我就不信大宋王法会治不了你。圣旨到，刁光斗接旨。宋大人，恕刁某不再奉陪了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大人，大人，你息怒啊！息怒？什么叫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？我身为大宋提刑，就看着刁光斗这么跑了，这大宋刑律成了这般贪官污吏玩弄的一纸空文了，息怒。宋大人，何必那么怒气冲天呢？这回不也好歹让你看到我刁某脱下这身朝服了吗？可是我这颈上人头却是得以保全啊，知道吗？自今日始，我刁某这颗小卒子就算是过了河了。
你我后会有期。大人，虽然圣旨没有惩罚这姓刁的，不过不也让他削职为民了吗？这哪叫削职为民呢？这不是放虎归山吗？大人，三国时期，周瑜死后，诸葛亮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啊？那是因为他失去了一个真正的对手。你是说，他还能够跟我成为对手？我有一种直觉，你还会和他相遇的。下次，他要再犯在我们手里，一定不放过他。说心里话，这一次我没能赢他。